然而，面对三剑真人的邀请，楚风却是面露为难之色。楚风怎么这个反应？该不会是要拒绝吧？见楚风竟然迟迟不答，人们都是心生猜疑。哼，这个家伙真是不识好歹，活该。而如蒋浩更是在心中掀起冷笑，在他看来，三剑真人这种大人物其实都很记仇，可不是那么容易得罪的。尤其是三剑真人，他的性格更是出了名的火爆。楚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他的要求，简直就是打他的脸。所以蒋浩觉得楚风今日必然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不只是他这么觉得，在场的许多人都这样觉得。楚风小兄弟是有难处吗？没关系，若有难处，你便直说。三剑真人笑着说道。三剑真人此话一出，蒋浩差点没气晕过去。什么情况？不是说三剑真人脾气火爆，容不得他人说不得吗？但他怎么会对楚风态度如此之好？回前辈，晚辈的确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怕是要辜负您的好意了。楚风说道。他所说的事情自然是刘成坤。刘成坤的病情每年都会发作数次，而之前发作的日期是固定的，但是最近却很不稳定。楚风必须与刘小丽尽快赶回去，争取在他发作之前回去，这样便可让刘成坤避免病发之苦。哈哈，没关系，楚风小友有事就去处理。若是你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我仗剑仙门做客，只要我在，必定以贵宾之礼相待。三剑真人说话间，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看到这块令牌，周围之人的眼睛都直了，尤其如蒋浩之流，一个个更是目瞪口呆，眼中涌现出浓浓的羡慕之意。这块令牌乃是仗剑仙门的邀请令，手持此令，不仅能够进入仗剑仙门，还会受到贵宾的待遇。仗剑仙门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百炼凡界的一等势力啊！能够得到这块令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楚风，快接着呀！这可是仗剑仙门的邀请令啊！见楚风竟不接令，一旁的徐依依拽着楚风的一脚，暗中催促起来。多谢前辈！楚风不仅接过这令牌，还向三剑真人再度施以谢礼。毕竟单从众人的反应，楚风也能够看得出来，这块令牌的含量很重。我们今日能在此相遇便是缘分，所以不必这么拘礼，带过拘礼会显得生分。楚风小兄弟，那我们便后会有期了。三剑真人抱拳说道。后会有期。楚风抱拳回礼。在三剑真人走后，口袋大师率领着佛光天寺的一干强者，也是来到了楚风的近前。善哉善哉。其实贫僧也想邀请楚风施主到我佛光天寺去做客，不过既然楚风施主有事，那我便不勉强楚风施主了。只是贫僧还要多谢楚风施主，若不是楚风施主出手，怕是我们连那紫色雾气都过不去，连悟道结界阵的真容都看不到。口袋大师笑着说道。大师客气了，晚辈所为都是应该做的。楚风笑着说道。楚风施主真是谦逊，身具妖孽般的天赋，却没有一丝傲气。很久没见到像你这样懂事的年轻人了，好事，此乃好事啊！口袋大师对楚风夸赞不断。虽然都知道口袋大师为人心善，可是像这般夸人的还是极其少见。此刻许多围观之人都看呆了，尤其是落峡谷的那些人更是一脸的吃惊。毕竟无论是三剑真人还是口袋大师，都是极具威望的大人物。这两位既然都看好楚风，那便绝对不是意外，而是楚风真的有着过人之处。而在口袋大师走后，如周氏天族、孔氏天族这两个一等势力，竟也纷纷来与楚风打招呼。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却也都纷纷表明了想要邀请楚风前去做客的想法。只不过最终赐予楚风邀请令的，却依然只有三剑真人一位而已。但不管如何，那可是百炼凡界仅有的4座一等势力，是百炼凡界最强大的4个庞然大物。这4座势力竟然都向楚风抛出了橄榄枝，这足以证明楚风的价值。本来之前因为楚风杀了李锐，落峡谷的个别人或多或少的对楚风都是有些恨意和怨念的。但是见过这些大人物的邀请后，他们对楚风的看法已经变了，甚至就连那位从一开始就针对楚风的蒋浩，他看楚风的目光也变了，变得很是复杂。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楚风恨意似乎没那么重了。在此之后，也有不少人来与楚风打招呼，但只是打声招呼而已，几乎没有人提出邀请楚风去做客了。毕竟他们不傻，连4座一等势力都被拒绝了，他们就算开口也是自讨没趣。看来我邀请你去我落峡谷做客也是没戏个。徐依依笑眯眯地看着楚风。楚风小友，若是日后有时间，老夫也希望你能去我落峡谷做客。与此同时，宁双长老也是说道。依依姑娘，宁双长老待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定会亲自登门拜访探望诸位。楚风说道。一言为定，你可要说话算话，一定要来。徐依依说道。一定。楚风郑重地回道。阿够。徐依依伸出小拇指。好。楚风微笑着伸出小拇指，与徐依依的小拇指勾在了一起。之后楚风便与刘小丽向红蝶会的方向行去。算一算时间，红蝶会新的总部还没有搞定，所以楚风与刘小丽并没有向之前确定的新总部行去，而是向旧总部行去。然而当二人回到红蝶会的总部之后，还未飞落而下，便是神色大变。红蝶会总部上面的城被破了，不仅城池被破了，此处还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深谷，这说明红蝶会的总部也被人夷为了平地。怎么会这样？看到这一幕，刘小丽顿时就傻了，满脸的不知所措，眼眶却在瞬间就红润了。毕竟此刻的模样不用他人多说，只要有眼睛看到就能猜出一二。很显然是红蝶会的总部被人袭击了。而此刻楚风虽然没有像刘小丽那般红了眼眶，可却也是有些懵了。他前往云鹤山寻找到了尊者修炼的地方，明明至少可以将修为提升到5品半祖，可楚风却放弃了。这为的是什么？楚风为的就是成为仙袍界灵师，好回来为刘成坤医治病情。可现在是怎么回事？红蝶会的总部明明还没有迁移，怎么就被夷为了平地？这岂不是说明
刘成坤他们都可能遭遇了不测。楚风就算成为了仙袍界灵师，却也没有了为刘成坤医治病情的机会。有人！忽然，楚风将冷厉的目光投向了远处，果不其然，那里有数道身影正自远处快速的飞掠而来。而看到这些人之后，楚风与刘小丽则是赶忙迎了过去，因为这些人竟然全部都是红蝶会的人。只不过这些人修为都不是很强，至少红蝶会的当家长老也一个都不在其中。会长大人，楚风大人，你们总算回来了，我红蝶会遭遇了大劫。这些人见到楚风与刘小丽之后，一个个便痛哭流涕。大劫？我红蝶会好端端的，怎么会遭遇大劫？刘小丽问道。你们不要急，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人做的？你们可都知道？楚风问道。知道。为首之人连连点头。身为一个活了上千年的老者，此刻竟也是哭的，泪眼模糊，鼻涕横流，连嘴唇都在不断的抖动着。可以看得出来，当日发生的事情当真很是悲惨。看来红蝶会的确是死伤惨重，否则他不会如此悲痛。可是陆阳阁？楚风问道。在他看来，敢对红蝶会出手的唯有陆阳阁，而最有嫌疑的便也是陆阳阁。不是？那位摇了摇头。那究竟是谁？得知不是陆阳阁后，楚风目光一变，他想不通，除了陆阳阁，还有谁会灭掉红蝶会？还有谁有实力灭掉红蝶会？是良辰山庄。红蝶会的众人一同说道。良辰山庄？听得此话，刘小丽却是大吃一惊，随后问道。良辰山庄怎么会无缘无故袭击我红蝶会？我们向来与他无冤无仇啊，我们也不知道。那一日，良辰山庄庄主亲自率领良辰山庄大军来此，二话不说就开始屠杀我红蝶会之人。不仅我红蝶会之人惨遭屠杀，就连那座城的无辜百姓也全部被斩杀殆尽，一个不留。为首之人说道。全部被杀？那刘成坤刘长老呢？楚风追问道。此刻向来淡定的楚风也是变得异常紧张起来。红蝶会的人，若说楚风最关心最在意的是谁，那自然便是刘成坤刘长老。他也被杀了。那位哭着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与刘小丽皆是脸色大变，五雷轰顶。此刻楚风与刘小丽的感觉就像是被5道神雷轰在了脑袋上一样，彻底傻了。你能确定刘长老他们被杀了？楚风再度问道。他不愿相信刘成坤真的死了。楚风大人，我们确定，因为我们亲眼看到的长老大人他们全部被杀的。他们不仅杀了长老大人，还将长老大人们的尸体给收走了，就连埋葬长老大人们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红蝶会幸存的众人哭得更凶了。刘前辈他们都被杀了，你们怎么可能还活着？楚风很是不解。若论实力，红蝶会的当家长老绝对强于这些人，他们既然当日也在场，便没有活下来的理由才是。对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既然连那些无辜的百姓都杀了，就不会留下红蝶会的人，除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们下杀手。幸存之人皆是摇头，随后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对刘小丽说道。会长大人，属下无能，未能保住红蝶会总部，请会长大人责罚。你们这是干嘛？这又不是你们的错，我怎么能责罚你们？快起来，全都给我起来！刘小丽颤抖着将他们一一搀扶而起，而在虚空行走之际，就连他的步伐都有些不稳了。对于刘小丽来说，刘成坤虽是师尊，但却胜过亲生父亲。当得知刘成坤死了那一刻，他就已经彻底乱了方寸。而楚风则是陷入了沉思，他们是故意的。忽然，楚风说道。什么？刘小丽面色大惊，追问道。楚风，你说什么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不杀这些人，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是谁灭了红蝶会，好让我们去找他报仇。楚风说道。哇！听得此话，刘小丽与那些幸存之人皆是恍然大悟。告诉我，那良辰山庄有着什么样的实力？楚风对刘小丽问道。因为他意识到刘小丽对那良辰山庄也应该是了解的。楚风还意识到那良辰山庄应该不简单，否则刘小丽不会在听到良辰山庄这4个字后，刘小丽那般吃惊。而此刻仔细望向刘小丽后，楚风也才发现刘小丽的脸颊早就湿了，是被泪水打湿的。毕竟刘成坤是他师尊，红蝶会是他的宗门，如今师尊被杀，宗门那么多长老被杀，那种悲痛是他难以承受的。可是楚风发现刘小丽虽然很是悲痛，可是他的眼中却没有怒火，这让他有些想不通。难道刘小丽就不想报仇，还是说他不敢报仇？刘小丽并没有立刻回答楚风，反而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后，他才再度睁开双眼，对楚风说道。楚风，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听得此话，楚风眉头微微一皱，他确定了刘小丽不是不想报仇，而是不敢报仇。那良辰山庄定然不是寻常势力，否则不至于让刘小丽这般连杀师之仇灭门之恨都不报。这件事我不可能不管，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绝对不会放过那良辰山庄。楚风说道。楚风，你真的不要管了，这是我红蝶会自己的事，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我不希望你也搅和进来。忽然，刘小丽开始极力的劝起楚风。此刻，楚风与刘小丽四目相对，楚风终于发现刘小丽的眼中并不是没有怒火，相反，她怒火冲天，只是她有意将自己的愤怒以及想要报仇的冲动隐藏了起来。原来她不是不想报仇，更不是不敢报仇，相反，她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去报仇，只是她不希望楚风插手而已，她是害怕连累楚风，所以想独自报仇。刘小丽，我知道你是好意，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师尊与我萍水相逢，可他却愿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我不管他是身患重病也好，还是时日无多也好，但他终究是救我了我。这份恩情对我楚风来说便大过于天。对于我楚风来说，刘成坤前辈不仅是一位恩人，更是一位亲人。如今他被人所杀，此仇便是不共戴天。但是你
你居然让我坐视不理！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你给我一个理由，给我一个坐视不理、袖手旁观，对刘前辈的死不闻不问的理由。楚风盯着刘小丽，大声问道。刘小丽不敢与楚风正视，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楚风。她拿不出让楚风坐视不理的理由，拿不出让楚风袖手旁观的理由，更拿不出让楚风不闻不问的理由。刘小丽，刘成坤前辈这仇，我楚风不可能不报。你若还当我是朋友，便告诉我那良辰山庄的消息；但你若不想说，我便也不再为难你。但你应该知道，就算你不说，我也一定可以打听到关于良辰山庄的事情。楚风很是认真地说道。其实他倒不是怪刘小丽，他只是希望刘小丽可以明白这件事情，他楚风绝对不会不管。听得此话，刘小丽顿时彻底沉默了。不仅是他，那些红蝶会幸存之人也都是随之沉默了。他们没有想到楚风对刘成坤的情谊竟然如此之重。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楚风抵报此仇的决心。虽然刘成坤他们都死了，他们悲痛欲绝，可是听了楚风这番话，他们心中还是颇感温暖的。良辰山庄的实力只是相当于3等势力，甚至还不如我红蝶会，而良辰山庄的庄主便是良辰山庄的最强者，我倒是有把握与他一战。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良辰山庄的实力强弱，而是良辰山庄庄主的背景。他的原名叫做殷良辰，他的真实身份是殷氏天族的族人。刘小丽说道。殷氏天族，听得这4个字，楚风目光微微一变。对于别的天族，楚风可能不会这么敏感，但是殷氏天族对于楚风来说，却也算是意义非凡。毕竟那个在五之圣土搅得天翻地覆的暗殿殿主，便是殷氏天族之人。而楚风也还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叫做殷冲。虽然殷冲已经死了，但是因为殷冲的种种恶行，楚风对于这个殷氏天族的印象可谓很是不好。而现在当楚风得知那良辰山庄的庄主竟然也是殷氏天族的人后，那楚风对这个殷氏天族的印象便更加的不好了。这个殷良辰不仅是殷氏天族族人，还是殷氏天族族长的亲生儿子，在殷氏天族内也是身份高贵之辈，并且据说这殷良辰乃是殷氏天族族长最宠溺的儿子。若是他出现了什么3长2短，殷氏天族必然不惜一切斩杀那人的。刘小丽继续说道。他既是殷氏天族之人，为何不好好待在殷氏天族，而是在这什么良辰山庄？楚风问道。这殷良辰的修武天赋极好，据说是殷氏天族有史以来天赋最好之人，可是他却不爱修武，喜欢四处游玩，喜欢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活。再加上他这特殊的身份，也很少有人敢对他如何，所以他的父亲倒也很是放纵他。久而久之，殷良辰在百炼凡界多个美景之处都建立了山庄，而这良辰山庄只是他所创建的山庄之一而已。刘小丽说道。原来如此，那他身边可有强者在暗中守护？楚风问道。别的不能肯定，但这个我可以肯定，殷良辰的身边一定没有殷氏天族的强者暗中守护，因为我听说殷良辰最厌恶的就是他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殷氏天族的人跟着他，所以在他所见的多个山庄之中，也并没有殷氏天族的人，都是招揽的外人。而又因着殷良辰喜欢掌控他人的性格，所以他的山庄之中也没有强过于他的人，他的实力是山庄内最强的。刘小丽说道。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倒是好办了。楚风说道。毕竟刘小丽已经说了，这殷良辰的实力与他相差不多，若只是这个实力的话，那么根本不用刘小丽出手，楚风便可以对付。毕竟金鹤真仙可是赐给了楚风3颗化仙丹，虽说殷良辰身边很可能没人保护，但是我听说他的父亲请高人在他的身上布置了一座阵法，当殷良辰陷入危险之际，他父亲便会看到殷良辰眼中的一切。若是有谁敢对殷良辰不利，他的父亲也就是殷氏天族的族长会清楚的看到，所以若要斩杀殷良辰，就是必要与殷氏天族为敌。刘小丽说道。我明白了。楚风此话说完，又看向刘小丽，很是认真的说道。刘小丽，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务必要答应我。什么要求？刘小丽问道。这件事你不要插手，殷良辰交给我对付，无论如何我都会将其斩杀，替刘前辈，替红蝶会死去的人报仇。楚风说道。不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但是唯独这个条件不行。刘小丽一口拒绝，且倔强的说道。楚风，如果你都没有坐视不理的理由，那我刘小丽便更加没有坐视不理的理由。你听我说，你若是斩杀了殷良辰，必然会遭到殷氏天族的追杀，而你是得罪不起殷氏天族的。至于我，好歹也是一位仙袍界灵师，在云鹤山下你也看到了，连4座一等势力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就算殷良辰被我斩杀了，殷氏天族想要对付我，我也大可以加入一座势力，寻求庇护。那个时候，就算殷氏天族也奈何不得我。楚风说道。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你的修为怎么能够对付得了殷良辰？刘小丽问道。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有斩杀殷良辰的把握。楚风说道。刘小丽有些犹豫，毕竟这件事是他红蝶会的私事，最重要的是他也很想手刃殷良辰，替他的师尊刘成坤报仇。你若相信我，就交给我来处理，不为你自己，也要为红蝶会的众位弟兄考虑考虑。不要忘记，这红蝶会可是刘前辈托付给你的，红蝶会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绝对不能就这样灭掉。楚风再度说道。而楚风这句话刚好说到了刘小丽的心里。刘成坤已经死了，但是红蝶会却绝对不能灭，尤其是现在红蝶会的总部都被端掉，精英几乎被斩杀殆尽，若是连他也出了事，可就真的没人能够维持红蝶会了。这样的话，红蝶会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瓦解。忽然之间，刘小丽双膝弯曲，跪在虚空之上，对着楚风师以跪拜大礼。见状，红蝶会幸存的众人也都纷纷向楚风下跪，向楚风师以跪拜大礼。你们这是做什么？快起来，
楚风赶忙上前搀扶刘小丽，可刘小丽不仅不肯起来，反而在半空之上向楚风叩头，说道：“楚风，你对我红蝶会的恩惠，我刘小丽目前还不能报答于你，但此恩我已铭记于心，日后必定会报答。感谢楚风大人，今日之恩，我等铭记于心，来日必将报答。”与此同时，红蝶会幸存之人也是纷纷向楚风叩头：“你们赶快给我起来！若是让人看到，就算我只身杀了殷良辰，你红蝶会也要难逃干系。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感谢我，而是整顿红蝶会。”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刘小丽以及红蝶会的众人才纷纷站起身来。之后，楚风从刘小丽那里打探到了良辰山庄的位置，随后便只身一人前往了良辰山庄。至于刘小丽，并没有跟着楚风，她的当务之急是整顿红蝶会散落各处的分布，将红蝶会剩下的所有人组织起来，避免红蝶会支离破碎。楚风，你有没有觉得此事有诈？路上淡淡问道。自然有诈，他们故意留下幸存者，就是想让我们以及更多的人知道，灭掉红蝶会的乃是良辰山庄的殷良辰。楚风说道。那你觉得真的是良辰山庄所为吗？淡淡问道。自然是良辰山庄所为，只是背后定然有人指使。楚风说道。你可觉得是楚陆阳？淡淡问道。自然是他，毕竟当日徐一的师尊亲自发话，不许陆阳阁再对红蝶会出手，否则落霞谷不会放过陆阳阁。但以楚陆阳的性格，又岂会就这样善罢甘休？所以他才请良辰山庄的庄主替他出手。这样一来，他既能够摆脱干系，却也能够除掉眼中钉，可谓一举两得。毕竟不管落霞谷再如何强势，但考虑到殷氏天族的关系，也不会无缘无故对殷良辰出手的。楚风说道。看来咱们两个真是想到一起去了。只是这楚陆阳是怎么让那殷良辰为他所用的呢？淡淡不解地说道。臭味相投，他们自然是早就相识。至于这种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只要给予一定的利益，随便杀些人又算得了什么？楚风说道。这么说来，杀了殷良辰，下一个便是楚陆阳了？淡淡问道。就算楚陆阳与此事无关，我也不会放过他。楚风说道。为何？淡淡问道。只因他之前曾想过置我于死地。楚风说道。良辰山庄建在一片山脉之上，此山美景如画，是处难得的奇地，这也是殷良辰将良辰山庄建在此处的原因之一。虽然良辰山庄四周的景色迷人，令人神往，但这却不是殷良辰最喜欢此处的主要原因。而殷良辰之所以最喜欢此处，甚至不惜以自己名字为此山庄命名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此处美女如云。良辰山庄之内聚集了无数美女，说简单了，这便是殷良辰一处寻欢之地罢了。此刻，良辰山庄的一座大殿之内，尽是女子，衣不遮体的围绕着两个男子团团转，场面很是不堪。但这里面的每一个女子却都没有丝毫的羞愧之心，就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一般，用尽所能令那两位男子高兴，而这两个男子也都很是享受，乐在其中。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竟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位老者有着2品5祖的修为，乃是这良辰山庄的管家，算是殷良辰的心腹之一。而另外一位则是一个有着一头蓝发的年轻人，此人修为乃在7品半祖，而他正是殷良辰。殷良辰正在与他的这位管家分享自己的女人，这算是殷良辰的一个恶趣味。当然了，就算他肯拿出来分享的，也都是他玩够的。换句话说，这对于殷良辰来说，这些女子并不是自己的女人，只是一群玩物罢了。庄主大人，您为何要帮助那楚陆阳，并且还故意留下后患，让红蝶会知道是我们做的？这对我良辰山庄来说可是颇为不利的。毕竟那红蝶会是一群出了名的亡命之徒，他们日后怕是会疯狂的报复我们啊！山庄管家不解地问道，话语之中多少都有着一些担心。这你就错了，他红蝶会是什么势力？是以替天行道、斩除奸恶为招牌的势力，但是良辰山庄为我网罗女子、丧尽天良之事也并未少做。可他红蝶会为什么只敢与陆阳阁为敌，却不敢与我良辰山庄为敌？殷良辰问道。这属下愚钝，请庄主明示。管家说道。这还不简单，他不是怕我这良辰山庄，也不是怕我殷良辰，而是怕我殷良辰身后的殷氏天族，怕我的那个爹。所以说到底，这红蝶会也是一个吃软怕硬的主，这便是为何他敢与陆阳阁为敌，却不敢与我们为敌的原因。所以你放心吧，红蝶会不敢来我良辰山庄找事的，就算他敢来，我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有本少爷在，你放心。好说歹说，本少爷也是殷氏天族有史以来的第2强的天才。殷良辰拍着胸脯，自信满满的说道。第2强，庄主大人，您可别谦虚了，我都听说了，您可是殷氏天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管家说道。不，我并不是最强，最强的是我弟弟。殷良辰说。答偶，弟弟？您的哪位弟弟？修武天赋居然比您还好？老管家好奇地问道。他叫做殷冲。殷良辰说道。殷冲，庄主大人，属下为何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管家说道。你自然没有听过。殷良辰淡淡一笑，说道。你可知道为何我天赋如此之好，我父亲却放任我在外，而不将我圈在殷氏天族培养于我？殷良辰问道。属下愚钝，还请庄主大人明示。管家好奇地问道。其实我父亲不是没有想过栽培我，事实上，在我518岁之前，我一直被关于殷氏天族之内，每天所做的一切都与修武有关，哪怕所有族人都知道我对修武的兴趣不大，可我父亲还是要全力的培养于我，不因别的，只因我的天赋是我殷氏天族有史以来最好的。但就在我518岁那年，我的弟弟殷冲终于长大成人，他做了天赋测试，而他的天赋极佳，竟然超越了我，并且我弟弟殷冲自从修武之后，不仅展现出了过人的修武天赋，更是展现出了他对武道的热爱以及对修武意图的毅力。
自那之后，我父亲便开始专心培养我的弟弟殷冲，而我弟弟的表现也越发的让我父亲以及所有族人满意，所以我才得到了自由。殷良辰说道：“想不到殷氏天族竟然出现了如此天才，这么说来，不久的将来，您的弟弟就会出世，而他这一出世，定然是要一鸣惊人了。”老管家说道：“是啊，我殷氏天族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可惜，世人再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了，就算知道，也少有人会记住他。”话到此处，殷良辰面露遗憾以及悲伤之色。为何？管家不解地问道。具体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说他在进某座遗迹修炼，被阵法吞噬而死。算一算，也过去了几年时间了。虽然我与他接触也是不多，感情更是不深，但是毕竟是他的存在，才让我得以享受这样的自在生活。所以对于他的死，我也是蛮难过的。毕竟他还那么年轻。殷良辰说道：“你们毕竟是亲兄弟，而庄主大人又是重情重义之人，自然是会难过。”管家说道。听管家说他重情重义，殷良辰反而是意味深长的一笑，随后说道：“也正因为我那个弟弟死了，我父亲再度将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能继续潇洒的时日不多了，所以才会愿意为了楚陆阳做这种事情。我之所以帮他，其实是看中了他府中的那几个美人。”殷良辰说道。楚陆阳这个人，属下虽然并不喜欢，可是楚陆阳府中的女子的确是有不少极品啊。提及此事，这位老管家则是一脸的色相，甚至激动的只吞口水。哈哈，放心好了，待本少爷玩够了之后，会赐给你的。殷良辰说道。多谢庄主大人。老管家激动的赶忙施以大礼。而就在此时，楚风已经来到了良辰山庄之前。可是来到此处之后，楚风那压制在心头的怒火顿时便喷涌开来。他看到了数个头颅悬挂于良辰山庄的大门之前，而那些皆是红蝶会当家长老们的头颅，其中更是有刘成坤的头颅。虽然只是头颅，但楚风却能够透过其脸上的伤痕看出，在刘成坤他们临死之前，也是遭受过悲惨的折磨的。楚风拔岩浆帝君剑，剑指良辰山庄，大声喝道：“良辰山庄所有人给我听好了，要么滚，要么死！”此话一出，顿时天摇地晃，宛如惊雷在天空盘旋，迟迟不可散去。莫说是这良辰山庄，几乎这片山脉都被楚风这句话给惊动了。真是大胆，究竟何人竟敢来我良辰山庄撒野？然而楚风此话说出后，不但没有一人逃离良辰山庄，反而足足有上百名护卫冲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向楚风围攻而来，要索取楚风的性命。看到这些人，楚风便知道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好人，一个个都是作恶多端之辈。更何况如果真的是好人，又怎么会愿意为殷良辰这种人渣效力？此刻楚风本就怒火滔天，再见到这群助纣为虐的东西，自然更感愤怒。楚风手中的岩浆帝君剑挥动开来，顿时化作无数道火焰光刃，扫向四面八方。只是顷刻之间，那些向楚风袭来的良辰山庄护卫便被楚风斩杀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火焰汹涌而下，让下方的山庄顿时升腾起了熊熊大火。蛋蛋，帮我杀，片甲不留，全给我杀光！楚风说话之间，张开界灵大门，将蛋蛋放了出来。放心吧，本女王最爱的运动便是杀戮。女王大人甜甜的一笑，随后玉手握紧，暗黑之气便自手中升腾，竟化作一把长达3米的黑色镰刀。镰刀在手，女王大人便顿时开始了杀伐之路。莫说是那些主动袭来的山庄护卫，死得悲惨；就算是那些准备逃脱的家伙，女王大人也不给他们活路。只要是出现在蛋蛋视线之内的活物，蛋蛋一个不留。哪怕是山庄那精致的建筑，也被女王大人摧毁得一塌糊涂。别看女王大人长相甜美，似是精灵一般，可是她的手段却比恶魔还要恶魔，凶残至极。而就在女王大人开始大肆破坏、大开杀戒之际，楚风则飞掠而下，来到了刘成坤等人的头颅之前，满面歉意地对着刘成坤等人的头颅施以一礼：“前辈们，楚风来晚了。”楚风知道这些头颅不是伪造的，的确是刘成坤他们的头颅。不过楚风猜想，刘成坤他们的尸身应该也就只剩下这些了，所以楚风施礼之后，便用结界阵法为他们布置了肉身，使得他们至少看上去是完好无损的。随后又以结界阵法凝聚数座棺材，将他们收入其中之后，才放入乾坤袋内。我不是做梦吧？红蝶会会长竟然是如此美女！忽然一道银剑的笑声传来，此人正是殷良辰。此刻的殷良辰身穿雷霆铠甲，背后升腾着雷霆羽翼，修为已经从7品半祖提升到了9品半祖。但他毕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所以与楚风一样，具备着逆战3品的战力。虽说修为只是提升到了9品半祖，可是真实战力却是可与寻常的3品5祖一战。殷良辰之所以会有如此状态，那是因为他本觉得是红蝶会的人来袭，怒意冲天的与他的老管家跑了出来，是准备大开杀戒的。可是当他看到女王大人之后，顿时就双眼冒光，直接被女王大人迷倒了，甚至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不仅是他，那位站在他身后的老管家几乎也是同样的表情。这两个家伙真是色胆包天，竟然对女王大人动了心思。我是你们的祖宗！女王大人目露凶光，手中的镰刀挥斩而下，一道无形的光刃便向殷良辰挥斩而来。那光刃非常利奥的，虽是无形，但却威力无穷，连虚空都被斩切开来，竟将虚空分割成了2半。但就是此等威力的攻势，只见殷良辰抬手一挥，一阵劲风掀起，竟硬生生的将女王大人的斩击给斩切开来。我的美人，你可真够烈性的，不过本少爷就是喜欢你这种难以驯服的野马。来吧，本少爷定要将你征服，将你这匹迷人的野马骑在胯下。殷良辰淫荡的大笑着，与此同时，探手一抓，顿时磅礴的无力化作无数只巨大的手掌，宛如数条蛟龙一般冲天起，向女王大人包围而来。见此一幕，
女王大人也是眉头微皱。尽管女王大人战力滔天，可是她的修为实在太弱，面对虹吸那种存在，她尚且能够轻松应对，可是面对实力相当于三品半祖的阴凉尘，却也是面露为难之色。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身影自地表急速飞掠而来，挡在了女王大人身前，只是一拳轰出，便将无数只恶心的巨掌给轰成了粉碎。此人正是楚风，只不过此刻的楚风与先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浑身上下之上萦绕着霞光一般的光华，那是仙级结界之力。只是这仙级结界之力又与往常不太相同，看上去更像是仙气一般。而在这仙气的笼罩之下，楚风的修为也早就不再是之前的4品半祖，而是提升到了3品5祖。楚风是服用了第1颗化仙丹。你是谁？见忽然之间杀出一个人来，阴凉尘满脸不悦，眼中杀意萦绕。我名楚风。楚风冷声回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楚风，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来我凉尘山庄捣乱。不过也好，这也省得本少爷浪费时间去抓你了。得知楚风身份，阴凉尘嘴角掀起一抹冷笑。显然他也听说过楚风的一些事情，但是更明显的是，他根本就未曾将楚风放在眼中。我问你，红蝶会的那些人可是你杀的？楚风问道。是我杀的。怎么了？阴凉尘不以为然地说道。怎么了？欠债还欠，杀人偿命。我楚风今日就是要你来偿命的。楚风此话还未说完，手中的岩浆帝君剑便挥斩而出，顿时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宛如火海一般，向那阴凉尘压迫而去。虽然楚风的天级血脉被封，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以及那逆战3品的逆天战力全都发挥不出来，可是化仙丹有化仙丹的神奇之处，此刻的楚风是一名真正的3品5祖，所以这一击当真是非同小可。小子，你可不要以为本少爷是好捏的软柿子，本少爷可是阴氏天族的最强天才。虽然楚风的攻击很强，但这阴凉尘却是并不惧怕。只见其手腕一转，一把绿色的巨锤便已出现在了他的双手之中。这是一把半成祖兵。别看阴凉尘长得显瘦，可是这把绿色的巨锤在他的手中却是能够发挥出极强的威力。一锤挥下，虚空粉碎，楚风的攻势也被他一同摧毁。呵！紧随其后，他大喝一声，手中的巨锤竟然直接对着楚风丢出。巨锤一经丢出，顿时一阵怒喝响起，很快的一个顶天立地的庞然大物便浮现而出。这是一个身披绿色铠甲，有着人类形态的巨兽。巨兽绿光萦绕，实力滔天，挥动着如巨山一般的拳头，便向楚风挥打而来。别看他体型巨大，可是速度却是极快，一拳之威迅速袭来。不过面对这半成祖兵的攻击，楚风却是冷哼一声，五指握拳便轰了过去。2只拳头体积简直是千差万别，但是2拳相对之后，只听得一声巨响，顿时涟漪四溢。楚风未退半步，反而是那半成祖兵脚踏山峰，连退数步，将无数宫殿踩成了粉碎，就连山峰也被震得尽是裂痕。这个家伙怎么会这么强啊？楚陆阳那个混账东西，竟然胆敢骗我！见楚风如此强横，阴凉尘既惊讶又愤怒。他惊讶是因为他在楚陆阳那里听说楚风不过是一个区2品半祖，而他愤怒便是因为觉得楚陆阳欺骗了他。毕竟眼前在他面前的这个楚风，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3品5祖。如果是3品半祖也就算了，但这可是5祖啊，而且战力如此之强，简直与他不相上下。并且楚风杀意滔天，来者不善，明显是要灭杀于他。哪怕他再自信，可是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对手，也是多少有一些心慌的。我可没有时间与在这里陪你浪费。岩浆帝君这个家伙交给你了。楚风说话之间，将手中的岩浆帝君剑猛然丢出，顿时火光滔天，霸气非凡的岩浆帝君便浮现而出，屹立于那巨兽之前。来吧，小东西，本帝君让你领教一下真正的恐怖。岩浆帝君与楚风本命相连，楚风强，他便强。如今楚风的修为在化仙丹的帮助下，已经化作了一位3品5祖，所以岩浆帝君的实力也是随之大涨。只见他一拳一脚都可以掀起滚滚火浪，一时之间将这方天地都化作了恐怖的火海，要焚尽周围的一切。而面对岩浆帝君凶猛的攻势，那阴凉尘的半成祖兵竟然有些不敌，一时之间陷入了劣势。怎么会这样？我的绿焰天王锤竟然不是那个火人的对手！见此一幕，阴凉尘更加吃惊。你可没有为他人担心的功夫。就在此时，楚风已经来到了阴凉尘的近前，且径直一拳对着阴凉尘便轰了过去。该死！一切来得太快，阴凉尘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楚风这一拳便已然落在了阴凉尘的胸口之上。一拳之威，阴凉尘顿时被轰出数万米之外，直接被打出了这座山脉。但怕如此，楚风却依然紧追不舍，很快便再度来到了阴凉尘的近前。只是看到此刻的阴凉尘之后，楚风却是目光一变，颇感意外。楚风先前那一拳就算杀不了阴凉尘，可也足以将其打成重创才对。可是此刻的阴凉尘，除了嘴角有着一点点血迹之外，竟然并无大碍。你这家伙倒是有些手段，若不是有这个在，我怕是会被你打死。阴凉尘从衣服里面取出来一个物品，那是一颗珠子，只不过这颗珠子已经碎裂了。不用想，之前楚风那一拳的力量是被这颗珠子吸收了，正是因为这颗珠子，阴凉尘才会没有大碍的站在这里。楚风，你与那刘成坤应该不是什么亲戚吧？你为什么要为他出头？阴凉尘问道。看他的样子，似乎不想再与楚风继续纠缠，反而大有讲和的意思。少废话！然而楚风杀心已起，自然不会与他讲和，怒喝之际，便再度向阴凉尘攻了过去。你这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阴氏天族族长的儿子，你若敢杀我，我父亲绝对不会饶过你。阴凉尘一边与楚风交手，一边大声喝道：我楚风今日既然来此，为的就是杀取你狗命。楚风冷声道：看来
你今日是非杀我不可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再手下留情了。殷良辰冷喝一声，随后他的体内便散发出磅礴的力量，那力量横扫四面八方。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力量也是冲天起，很快的，虚空开始变得扭曲，一只庞然大物浮现在了天际之上。那是一只巨兽，大到遮天蔽日，力量更是恐怖无比。一重又一重恐怖的威压席卷而下，就连楚风的骨骼都被震得嘎嘎作响。这是地境武技，之前楚风曾见那暗殿店主施展过，只不过当时的他还未修炼成功，再加上自身修为太弱，所以只是让那只巨兽幻化了一张大嘴而已。但是现在殷良辰所施展的这个地境武技已经完整的幻化成了一只巨兽，这是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兽，无论是威势还是威力，都远非当日暗殿店主所施展的可比。本来我还想给你一个机会，放你一马，但你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逼本少爷出绝招，自不量力的混账东西，你去死吧！这就是你与本少爷的差距。殷良辰再度大喝一声，随后那庞然大物便从天而降。与此同时，那恐怖的威压也是彻底的从天而降，要将楚风碾压成粉碎。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楚风抬手一拳，顿时一股磅礴的力量冲天而起，一声巨响之下，那只从天而降的庞然大物竟传来一声悲惨的哀嚎。随后只听得一声巨响，那只遮天蔽日的巨兽便被轰得四分五裂。与此同时，这片虚空与大地都开始不断的撕裂粉碎，一股磅礴的力量更是席卷四面八方，吞噬着四周的一切。而这一拳可不是寻常的一拳，乃是地境武技地境苍穹变。虽然地境苍穹便看着很是简单，但却刚猛霸道，凶残无比。不过实际上殷良辰的武技也非同小可，二者单从武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相上下的。至于战力上，这殷良辰的确不是寻常之辈，所以与楚风也可谓不相上下。而楚风之所以能够在实力相同、武技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击溃殷良辰的地境武技，其实完全是靠了楚风丹田内的那片竹简。楚风当初在那片竹简内领悟到了一些东西，对武技有了全新的见解，所以这才导致就算武技的威力本来相差不多，但是由楚风施展的话，就会让武技的威力大大提升。这也是为何楚风的实力能够大大的超出战力相同者的原因。不可能，不可能！这地境武技，我花了足足300年时间的修炼，早就修炼大成。就算面对同样大成的地境武技，我也完全能够一战。你怎么可能破开我这地境武技？而且是这样轻易的就破开了我的武技？这怎么可能？殷良辰一脸的吃惊。而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口又一口的鲜血也不断的自其口中喷洒了出来。楚风那一拳虽然冲的不是他，而是将他那地境武技轰散，但是那一拳之威实在太强，单单是余波就已经将殷良辰震成了重创。此刻的殷良辰浑身是血，已经面目全非，倒在地上连动都动不了，已经彻底失去了战力。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楚风，你提出一个条件，只要你提出来，无论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殷良辰见楚风杀机凛然地向他走来，整个人都吓傻了。有一件事我要问你。楚风说道。什么事？你说，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告诉你。殷良辰说道。你与红蝶会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们？可是有人指使。楚风问道。对，是有人指使我，是楚陆阳，是陆阳阁的楚陆阳，是他传信于我，告诉我红蝶会总部的地址，让我帮他灭掉红蝶会总部的。我不骗你，我有他的亲笔信函，上面还有他的本命印记。不信你看。殷良辰真的是怕了。楚风没有逼问，他便自己取出一封信函。楚风探手一抓，便隔空将那信函握在了手中。打开一看，这信函之上，为了代表身份，的确印有了楚陆阳独有的气息以及本命印记。就算气息可以伪造，但是他的本命印记却无法伪造，所以这绝对是楚陆阳所写。信中的内容倒也与楚风猜测的相差不多，就是楚陆阳委托殷良辰帮忙除掉红蝶会的当家长老们。当然信中也提及，如果遇到楚风和红蝶会会长，也要一并除掉。你这个畜生！而看完信的全部内容之后，楚风的怒火再度爆发而出，因为楚陆阳提出的好处竟然是任由殷良辰到他陆阳阁内挑选美女，而这殷良辰竟偏偏为了那些美女而到红蝶会总部大开杀戒，当真是令人发指。你竟然因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色欲，就残杀那么多无辜之人，你真是丧尽天良！我就算杀你1万次，也难解心头之恨。楚风指着殷良辰，愤怒地咆哮道：别，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楚风，我承认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该死，我现在后悔了，只是后悔也没有用啊！求你了，你给我一个机会，你提出一个条件，不，10个条件，100个条件，多少个条件都可以，只要你不杀我，我一定满足你的所有条件。殷良辰竟然被楚风吓哭了，一个活了几百年的人物，竟然被楚风吓得老泪纵横，可见他是多么的贪生怕死。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取你狗命。楚风说道。你当真非杀我不可？就为了那群老头？愿意为了那群老头而的罪应是天族？殷良辰很不理解楚风，在我看来，你眼中的那群老头的命比你的狗命值钱多了。楚风不想再与他废话，所以靠近之后，单手握拳，便想要将这殷良辰直接轰杀。然而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波动忽然自殷良辰的体内传来，随后那波动竟然化成了一个人形。这是一名中年男子，同样是一头蓝发，头上戴着一个鹰字发冠，身穿一袭黑色长袍。尽管只是一道虚影，可楚风却能够意识到这位的本体实力应该极强，想必他应该就是殷氏天族的族长。父亲，救我，救我呀！他要杀我！见到这道虚影，殷良辰赶忙开口求救，而他这一开口，
也是暴露了那位的身份。那位果然便是他的父亲，殷氏天族的族长。你是何人？相比于殷良辰，他的这位父亲则是冷静多了，一双眼睛如鹰一般凝视着楚风。尽管他的这道虚影并不具备任何修为，但是楚风却能够感受到这位的强大。强，这定是一位实力远在楚风之上的强者，哪怕只是虚影，哪怕不具备修为，可是气势上却也能够恐吓对方。只不过可惜，楚风心智坚定，并不会被对方所吓到，而是平静地说道：“我名楚风，你为何要杀我？”殷氏天族族长问道：“你儿杀了我的亲人，我要杀他报仇，这难道有什么不妥吧？”楚风说道：“当然不妥，他乃是我殷红的儿子，是我殷氏天族的血脉，我岂能容你杀他？”殷氏天族族长冷声说道：“杀意，哪怕对方并不具备修为，可是此时此刻，楚风却在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浓重的杀意。只是可惜，你没有办法阻止我杀他，而你这道虚影更是吓唬不到我。你若真担心你儿子，当初就不应该放纵他出来为恶。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非杀他不可。”楚风此话落下之际，便再度抬起拳头，磅礴的武力开始在拳中凝聚，周遭的虚空都开始抖动，脚下的大地都开始碎裂。这一拳的力量足以身负重创的殷良辰，轰杀的魂飞魄散。而楚风就是要着殷氏天族族长的面杀了他的儿子，他要让殷氏天族族长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楚风所杀。住手！楚风，你给我记住，你若是敢杀我儿子，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我殷氏天族绝对不会放过你，不仅是你，所有与你有关之人，我都会斩杀殆尽。你不仅会因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丢掉性命，你还会害了你所有熟识之人，他们都将因你今日的举动而丧命。殷氏天族族长狠狠地说道。然而面对这位族长大人的威胁，楚风却是笑了，只不过楚风的笑却是笑得异常冷冽，没有一丝情感。刘成坤对楚风恩重如山，楚风不仅将他当成前辈，更是把他当作亲人。楚风前往云鹤山，如此努力地成为仙袍界灵师，并不是因为自己想要获得更强的力量，楚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为刘成坤医治伤病。楚风已经做好准备，就算是时间再久，他也一定要帮助刘成坤将那病症治愈。可是楚风好不容易成为了仙袍界灵师，却连为刘成坤医治病情的机会都没有。之所以会如此，都是因为这个殷良辰，若不是他，刘成坤又怎么会死？楚风他的恨意唯有用他的血才能消除。莫说他是区区殷氏天族族长的儿子，就算是神，他也要杀；就算是天，他也要灭。手臂摆动，楚风一拳轰然落下，而那殷良辰更是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便被楚风轰得四分五裂。楚风，你会后悔的，你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殷良辰虽然死了，可是他父亲的那道虚影还在。此刻，殷氏天族的族长脸上很是难看，嘴角都在抽搐，一双寒光涌动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楚风。愤怒，楚风能够感觉到这位殷氏天族的族长非常的愤怒，就像是快要爆发的火山。他的杀意比先前浓郁了数倍不止，当真是异常的恐怖。只不过可惜，他的杀意再恐怖，却也奈何不得楚风。我等着你来找我报仇，不过你给我记住，除非你能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楚风说完此话，随后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飞掠而出，而那些结界之力竟然在撕裂殷氏天族族长的虚影。虽然楚风的武力奈何不得他，但是楚风的结界之力却可以摧毁他。畜生，你这个畜生！殷氏天族族长愤怒地咆哮着，只是声音却越来越小，并且很快便彻底消失，因为他的那道虚影已经被楚风彻底粉碎。与此同时，在殷氏天族的某座宫殿之内，殷氏天族族长正站在其中，他的这个姿势与之前虚影的姿势一模一样，他眼中怒吼燃烧，双拳握得嘎嘎作响，那磅礴的杀意令在场的其他族人都吓得不敢言语，更是没有人敢去问这位族长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此事定然是与殷良辰有关。然而这位殷氏天族的族长大人那满腔的怒火却并没有爆发开来，他竟然硬生生的将自己的怒火给压制了下去。此等忍耐力倒也非寻常人所有。忽然殷氏天族族长手指探出，对着虚空一阵勾画，黄极结界之力便很快在虚空上勾画出了楚风的虚影。虽然只是虚影，但却栩栩如生，如同楚风本人站在此处一般。此人叫做楚风，你们都去给我查，把他的底细给我查个清清楚楚。殷氏天族族长说道。遵命。在场之人一同施礼，礼毕之后便一同告退，去调查楚风的身份。眨眼间，这座浩瀚的大殿之内便只剩下了尹氏天族的族长一人。楚风，好一个楚风，我定然要你将你碎尸万段。殷氏天族族长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地说道。在斩杀了殷良辰之后，楚风便返回了良辰山庄。此刻楚风发现良辰山庄已经被彻底夷为了平地，剩下的只有建筑的碎屑以及滚滚的浓烟。至于人，良辰山庄的所有人几乎都被斩杀殆尽了。女王大人出手，绝不留情。此刻在良辰山庄内的只有两道身影，其中一个是女王大人蛋蛋，另外一个便是岩浆帝君剑。怎么样，楚风？本帝君不仅收拾了这个锤子，还帮这个小丫头把那个老头子杀了，帮助他炼化了那老头子的本源。你可要给本帝君记上一功，日后你收到了好的兵器，可要放本帝君一个自由。岩浆帝君剑巨大的掌心之中有着一个锤子，那锤子正是殷良辰的锤子。放你自由，放你自由去残害无辜吗？楚风说道。只要你放我自由，我一定不再滥杀无辜。这里是哪里？这里可是天外啊！本帝君也想好好见识一下这个精彩的世界。岩浆帝君一脸期待地说道。放心，你只要老实的跟着我，我便会让你见识到的。楚风说话之间，探手一抓，
岩浆帝君剑便化作剑体，落到了楚风的手中。楚风自然有能力让岩浆帝君剑恢复自由，只不过楚风可不信任这个家伙。就比如今日，他帮助蛋蛋解决了那良辰山庄的老管家，那也是因为他受制于楚风。若是他不受楚风所控，楚风可不觉得他会这样好心。女王大人杀了那个老管家，以他的秉性，不对付女王大人就不错了。毕竟他可是当年差点毁掉5只圣土的岩浆帝君。说到底，他也是一个具备着恶魔心性的存在。不，准确来说，他就是一只恶魔。楚风，看来你是把那个阴凉城给解决了。蛋蛋走过来问道。已经解决了。楚风点头说道。那我们接下来去哪？蛋蛋问道。去陆阳阁。楚风说道。现在就去。蛋蛋颇感意外，他自然知道楚风想要杀掉楚陆阳，但却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如此心急。此次虽然杀了刘前辈以及红蝶会众位长老的乃是阴凉城和良辰山庄之人，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楚陆阳。楚陆阳这个畜生，我不想让他再多活一天。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便杀个痛快。女王大人说完此话，便穿过界灵大门，回到了界灵空间之中，而楚风则是径直的前往了陆阳阁。其实楚风有那封信函在手，大可以直接将这封信函交给徐依依的师尊，让徐依依的师尊来灭掉楚陆阳。但是楚风怕事情有变，并且他想亲自手刃楚陆阳，所以他决定先斩后奏，先杀了楚陆阳，再与落峡谷说起此事。毕竟不管怎么说，陆阳阁都是落峡谷的附属势力，楚风不能无缘无故杀了楚陆阳，杀了就要给予合理的解释。但是楚风有了封信函，其实就很好解释了。楚风来到陆阳阁后，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假扮成陆阳阁的护卫，悄悄地潜入其中。他要打探一下楚陆阳是不是在陆阳阁内，唯有楚陆阳在，楚风方才露面。毕竟他的目标其实就是楚陆阳，而现在楚风已经身在陆阳阁的深处，并且透过天眼他能够看到前方一个守卫森严的宫殿内便有楚陆阳的身影。楚陆阳正在午睡，周围尽是女子陪同，但是令楚风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女子之中竟然还有小孩子。这个楚陆阳当真是败类，他竟然连孩子也糟蹋，简直就是禽兽不如。楚陆阳，你给我滚出来！忽然楚风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抬手一拳便轰向了那座宫殿。然而那座寝殿有结界守护，楚风这一击虽然厉害，却并未能够轰破那寝殿，反而打草惊蛇，引得无数护卫以及陆阳阁的高手冲出，将楚风团团围住。不管怎么说，楚陆阳都是一个真正的3等势力，总体实力来说，甚至比红蝶会还要强，守卫之多，实力之强，远非良辰山庄那种地方可比。楚风，竟然是你！看到楚风，陆阳阁的许多人都倍感意外，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敢来这里。而就在这时，陆阳阁穿好衣衫也自宫殿之中飞掠而出。当他看到楚风之后，同样感到很是意外。而当意外过后，楚陆阳却是一阵疯狂的大笑。楚风啊，楚风，我可真是没有想到，你居然敢来这里自投罗网。此刻，楚陆阳很是高兴，看着楚风说道：“之前有徐依依罩着你，我不能杀你，但是现在可没人罩着你了。楚陆阳，你作恶多端，今日我来收你的狗命的。”楚风冷声说道：“收我的命，就凭你吗？差点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2品半祖，而是一位4品半祖了，修为提升的很快嘛。对了，你还是一位仙袍界灵师了，身份远非从前可比，估计有很多势力都在巴结你吧。”楚陆阳讽刺地说着，看来他的消息很是灵通，已经听说了楚风在云鹤山经历的事情。老实说，单单是你这仙袍界灵师的身份，的确会令不少人忌惮，怕是任何一个3等势力都不敢杀掉你这样一位仙袍界灵师。毕竟仙袍界灵师那般稀少，死一个就可惜了一个。但是你若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敢来这里找我麻烦，那你可就想多了。别人不敢杀你，我楚陆阳可绝对不会放过你。你越是展现出的过人的天赋，我楚陆阳就越要将你扼杀。陆阳阁的兄弟们，听好了，把这楚风给我拿下！今日谁取得楚风的项上人头，我必有重赏。楚陆阳高声喝道：“杀！”而他此话一出，陆阳阁的一众高手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竟然纷纷大吼着，便向楚风围攻而来。刀光剑影，漫天武技，自4面8方向楚风围攻而来。这哪里是要取楚风的项上人头，这分明就是要让楚风魂飞魄散。然而面对那4面8方密密麻麻围攻而来的众人，楚风却是冷喝一声，只见他咽了一口口水，体内便顿时散发出道仙气一般的光芒体，乃是仙级结界之力，是化仙丹起了作用。楚风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将剩余的2颗化仙丹全部用特殊的手段封存在了口中，只要他想服用的时候，立刻就可以服用。现在楚风将那第2颗化仙丹服用了，所以此刻的他修为开始暴涨，眨眼之间便从4品半祖提升到了4品5祖，整整跨越了一个大的修武境界。来啊，我看谁能杀我！楚风说话之间，大袖一挥，刹那之间，磅礴的祖级武力化作一道道武力镰刀，毫不留情的向4面8方切割而去，速度太快，威力太强，那些向楚风围攻而来的众人无一能够闪躲，一时之间惨叫不断，鲜血横飞。那向楚风围攻而去的数千人，不管是半祖境也好，甚至是5祖境也罢，在顷刻之间便全被楚风斩杀，连一具完整的尸身都没能剩下。这怎么会这样？见到这一幕，莫说旁人，楚陆阳顿时就傻眼了。楚风的修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横，竟然直接从4品半祖提升到了4品5祖。4品5祖啊，那就算是楚陆阳使用了种种手段之后，也只能与3品5祖一战。面对4品5祖的楚风，他是毫无胜算的。而如果连他都无法胜过楚风，那么这陆阳阁之中便没有人可以对付得了楚风了。快跑！这一刻，
陆阳阁的众人慌了，一个个的转身便逃，不敢再有丝毫的停留。他们已经反应过来，哪里是楚风打草惊蛇，这明明就是楚风故意设的陷阱。今日的确有人要大开杀戒了，但绝对不是他们陆阳阁，而是楚风，是楚风要大开杀戒。他们若是不快点逃，就会如先前死去的人一样，惨死在楚风的手中。该死，属下都逃了，楚陆阳自然也不会留下等死。他身形一转，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施展而出，修为瞬间从7品半祖提升到了9品半祖。与此同时，脚下光芒闪烁，施展出天境技的身法武技，是要逃脱。你往哪里逃？然而楚陆阳刚刚转身，还未逃出100米距离，楚风便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他的前面。只见楚风手臂摆动，劲风掀起，一个有力的大耳光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落在了楚陆阳的脸上。这一个耳光力大无穷，响彻天的，不仅将楚陆阳打得鼻口窜血，更是直接蒙圈了。莫说继续逃窜，就连御空之力都失去，载落而下，狼狈地摔在了地上。而当他落地之时，人们才能看清楚陆阳的嘴巴都被打歪了，半张脸颊都被抽烂了。楚风这一巴掌真可谓把楚陆阳打得够惨，但楚风显然还不解气。落地之后，一只手抓着楚陆阳的衣领，另一只手对着他的脸颊，便是左右开弓，一阵如同鞭炮般的声音不断炸响。楚陆阳的脸颊算是被楚风彻底打烂，事实上不仅是脸颊，就连整个脑袋都快被楚风给抽碎了。脑袋没了，楚风抬起腿来，对着楚陆阳的肉身又是一阵狠踹，将楚陆阳的肉身又给踹成了粉碎。然而就在肉身被楚风摧残的不成人形之际，一道微弱的光芒体忽然以极快的速度自其肉身飞掠而出，向远处飞掠而去。那光芒体很小，比萤火虫的光点还要小上100倍，除非视力极好，否则根本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而他又如此之快地向远处逃窜，换作寻常人，尤其是一个正在极为认真地摧残着他肉身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光芒体。可是楚风却偏偏注意到了，不仅注意到了，楚风更是探手一抓，一股磅礴的吸力便直接将那光芒体抓在了手中。光芒体一经入手，楚风的手掌便猛然握紧，而楚风这一握，那光芒体竟然急速扩大，最终化作了一个与人类身体大小的光芒体。原来这是楚陆阳，是楚陆阳的灵魂体。楚陆阳不愧是一个老奸巨猾之辈，竟然用特殊手段将灵魂体缩小，想要以这种方式逃跑。只不过可惜他的对手是火眼金睛的楚风，所以尽管他这个手段再高明，但却也一眼被楚风给看穿了。此刻楚风紧紧地卡住他灵魂体的脖子，一重又一重强大的武力随着楚风的掌心不断地融入其灵魂体之中，摧残着他的灵魂。这种情况之下，使得楚陆阳的灵魂体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住手！楚风，有话好好说，我们之间本就是一点小摩擦而已，没必要非要搞得你死我活。若我之前有什么不对，我向你赔礼道歉，给你补偿，求你饶我一命。只要你饶我一命，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楚陆阳意识到事情不妙，竟然向楚风开口求饶。一点小摩擦，本来只是一点小摩擦，但是事到如今，可就不是一点小摩擦那么简单了。楚陆阳，落霞谷已经出面调解了，你与红蝶会的恩怨，红蝶会也已经答应不再与你陆阳阁追究。可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为什么还要灭掉红蝶会的总部？你说。楚风掐着楚陆阳的脖子，大声质问道，眼中寒芒毕露，吓得楚陆阳瑟瑟发抖。楚风，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红蝶会总部怎么了？你说红蝶会总部被人屠杀了？是什么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楚陆阳一脸无辜，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装？我已经去过良辰山庄了，而殷良辰也把所有事情都招了，就是你指使他灭掉的红蝶会总部。楚风说道。冤枉！楚风，我绝对是冤枉的呀！殷良辰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与他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于我啊？楚陆阳依旧不肯承认，因为他知道只要承认了，绝对是必死无疑，而若是不认，还有一线生机。